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学习步法设计中的变地面筑砌压力设计方法。变地面筑砌压力设计法也称降低筑砌压力设计法，或称套压递减法。其要点是逐级降低打开井下过继器具阀的套管筑砌压力，以保证通过下一级器具阀筑砌以后关闭上部过卸载阀。该方法的优点，可以选择性的打开井下某级器具阀，并使其以上的过继器具阀处于关闭状态，避免出现多点筑砌，影响器具效力。该方法适合于筑砌压力操作器具阀。其缺点是，当筑砌压力不足时，难以获得高产，主要原因是影响筑砌点深度，从而影响产量。好，我们来看如何进行设计才能满足上述要求。首先，以压力和温度为横坐标，井深为纵坐标，并标出井深位置。其设计步骤如下：第一步，标出地层压力，从井底开始绘制镜液梯度曲线。第二步，标出井底及井口流动温度，假设井筒温度分布呈直线，给出井下温度分布曲线，粉红色的这一条。第三步，标出井口油压，从井口油压起，利用设计产量和总气液比做井口到筑砌点深度的最小油管压力分布曲线，代表器具情况下气液比最大时的油管压力梯度。在实际应用中，为了简化，有的时候是拉的直线，这实际上是不严谨的。第四步，若井筒内充满压井液，从井口流压处做压井液梯度曲线与筑砌压力梯度曲线相交，交点及顶部阀位置。如果压井液液面不在井口，那么需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液体从井口溢出，那么顶阀深度按下式计算。大家注意，这儿减掉20是为了保险，相当于上提了20米。第二种情况，液体未从井口溢出，那么顶阀深度按下式计算。这两个式中各参数含义如图所示。确定好顶阀深度后，继续第五步，从顶阀位置点向左做水平线与最小油管压力线相交，交点 A 对应压力即为顶阀的最小油管压力。第六步，将地面筑砌压力降低德尔塔 P1。为什么要降低德尔塔 P1 呢？这儿同学们知道吗？是为了保证通过下一级器具阀筑砌以后，上一级阀能关闭，所以变地面筑砌压力设计方法也称降低筑砌压力设计法，就是从顶阀到底阀筑砌压力是逐级降低的，做一条平行于筑砌压力梯度曲线的平行线。第七步，从顶阀最小油压处开始做压井液梯度曲线与减去德尔塔 P1 的筑砌压力梯度曲线相交 B 撇点，交点对应的深度为第二级阀位置。第八步，从第二支阀位置向左做水平线与最小油管压力线相交，交点压力及第二支阀的油管压力，也就是第二支阀的油压。第九步，将地面筑砌压力降低德尔塔 P1 加德尔塔 P2， 当然也可以是2倍德尔塔 P1， 使逐级降低相等，做筑砌压力梯度曲线的平行线。第十步，重复第6至第8步，用同样的方法确定过继阀的位置，一直计算到筑砌点深度以下为止。有确定好的阀深度及阀处的筑砌压力、流压
及温度等，就可以确定气矩阀相关参数了。在进行变地面助气压力设计时，从保险的角度考虑，为了保证气矩阀有足够的气量通过，需要在最大油压梯度时有一定的过阀压差。那么前面我们只介绍了助气点的过阀压差，实际上其他工作阀也需要过阀压差，一般取 0.5 到 0.7 兆帕。同时，为了避免最小油压梯度线计算油压可能存在误差，可以按对应位置的油压值或套压与油压差值设置转移系数，一般取值为0到 15%， 对应压力值为转移压差，如图所示。考虑转移压差及在最大油压梯度时有一定的过阀压差进行步阀设计，要较上述复杂一些。大家下来可以参阅 Gulf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海湾专业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 Fundamentals of Gas Lift Engineering Well Design and Troubleshooting 这本书是由阿里·埃尔兰德斯写的。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